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3月18日，56岁的中国商人、亿万富豪秦晖在位于长岛的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他被控以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献、移民欺诈以及伪造身份文件等罪名，面临着最高27年的牢狱之灾。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呢，秦晖同意放弃美国的永居身份，刑满后将被驱逐出美国。秦晖认罪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如果还有观众没听过这个名字的话，那对于早年间号称北京最奢靡的夜总会天上人间应该有所耳闻吧。曾经围绕着天上人间的香艳故事和幕后大老板秦晖的传闻遍布各路媒体和网上的论坛贴吧。我们呢在真真假假纷繁庞杂的信息中梳理出了相对靠谱的部分，最接近事实的真相。本期M2 档案，我们来一起穿越天上人间，看看秦晖这位权色大佬的起落人生。秦晖祖籍是四川的达县，也就是现在的四川达州。他的父亲呢曾经任职于航空航天工业部529厂，母亲曾经是达县的教师。秦父因工作调动到北京。1968年，秦晖在北京出生了。他呢还有一个弟弟，名叫秦红。成年后这兄弟二人长得非常相像，所以很多媒体会把他们的照片给搞混。据说区分他们其实也很简单，弟弟戴眼镜，秦晖不戴。秦晖中学的时候就因为相貌帅气、擅长交际而拥有广泛的朋友圈。1989年大学毕业了，他进入航天部5院，很快又跳槽到了一个美资的通信公司。1991年他下海，从开始的倒爷，把大批的这个电视服装手表等紧俏物品呢卖回北京，到后来进军铁矿石进出口贸易，他顺利的挖到了第一桶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有头脑的年轻人靠改革开放迅速致富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外界认为秦晖的急速发迹和阶层跃迁离不开他的第一任妻子林晶。网上一度盛传林晶的家庭背景很雄厚，其姑姑是某级别很高的领导夫人，秦晖被称作是有红色背景的豪门姑爷。这个说法呢并非空穴来风。秦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证实说，林晶的姑姑叫林佳梅，而林佳梅的丈夫呢是中国第3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秦晖说他和林晶是北京中关村二小的同学，两个人青梅竹马，18岁以后才谈的恋爱。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单纯，他压根也不知道林家的情况，并没有因为豪门姑爷的身份而获得什么好处。1994年，秦晖成立了重庆卓金商贸公司，主做钢铁原材料和废料的进出口。当时国家的管控很严格，能拿到牌照就很不容易了。秦晖能迈入这个门槛，自然是收获颇丰随后呢，他又在股市里头投机，大有斩获。可能和早年间做销售的个人经历有关，秦晖对夜总会总是有种特殊的爱好。1994年圣诞节，他跟朋友们去到一家叫做长泰歌舞厅的地方消费。因为过节嘛，人气爆棚，位置都被订完了，他连门都进不去。秦晖就给长泰的老总打电话。这老总呢还是挺给面子的，请秦晖他们到长泰正对面的咖啡厅里喝咖啡。这位老板是台湾人，所以这家夜总会呢更像是一个台湾包装大陆口味，有点半洋不土的地方。里面能办各种宴席，席间有漂亮姑娘陪酒，在客人的要求下，他们有的唱京剧，有的跳芭蕾。这种有点雷人的表演方式在当时可是区别于老式夜总会的一种时尚的消遣呢。没想到这次喝咖啡却喝出了一个天上人间。怎么回事呢？说这喝着喝着台湾老板就半开玩笑半敷衍秦晖说你干脆入股吧，当了老板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想到秦晖豪气地说，那我干脆买下来得了。于是秦晖借款180万美元，由一家贸易公司担保，就这么买下了这个长泰歌舞厅。当时借给秦晖钱的呢是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叫李培英。这是秦晖和李培英打交道的开始。后来这个李培英因贪污被判处了死刑。尽管他被指控的大部分受贿款都来自于秦晖，但秦老板却毫发无伤。总之1995年，这个歌舞厅呢就由秦晖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一现身江湖就有深厚背景传闻的商人接手了。
长泰歌舞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装修之后呢，以天上人间的招牌重新开业，经营格局也从老式夜总会改成了 KTV， 蹦迪大厅的音响是200多万的进口货， DJ 呢是高薪请来的国外专业气氛组选手，会所里面40多间包房，铺的都是羊毛地毯。这个坐落在北京长城饭店副楼里的夜场会所，自此成了京城中最奢靡的销金窟。天上人间更是以美女如云，各路达官贵人挥金如土的香艳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绵绵不绝。附近普通的居民只看到这个地方白天是无人踏足，可到了夜晚啊，各色人等却蜂拥而至，隔着门缝隐约能看见里面金碧辉煌的装饰，门外是豪车扎堆，出入的都是美得像仙女一样的年轻女孩。进去过的人都说啊，这里面是天上，出来是人间。网上流传最广泛的版本说，这天上人间啊，聘用包厢服务员的条件是女性，身高1.65米到1.75米之间，年龄在18到28岁，学历也要大专以上，普通话英语还得流利。更有传闻称啊，天上人间曾经举办过花魁争霸赛，决出了4位顶级花魁和10名头牌，还将4大花魁打造成拳头产品，送他们去香港培训。当然也有客人反馈，很多女孩啊是会点英语，但实际上也就懂那么1-2句。花魁们主要还是靠颜值取胜，谈吐呢比一般的陪侍小姐要优雅，陪侍费用可以达到3000元到5000元，如需邀约，费用上不封顶。在包间里呢，服务员都是跪着进包间送酒水，跪着倒酒，跪着点烟，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客人的极端的恭敬和服从。天上人间的广告语呢也是相当的霸气，无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人，如果在天上人间找不到，那就是我们的错。据知情人士称啊，跟坊间传闻的一样，有偿陪侍的人员中呢，有不少是研究生学历，还有一些是来自比较有名的艺术类院校的。在总统套房的过道上啊，端坐着几位拉大提琴的美丽女孩，优雅地演奏着巴赫、海顿的名曲。店内的消费水平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咱们普通人高攀不起的。一瓶啤酒上百，鸡尾酒200，一瓶皇家礼炮则要5000，在大厅的普通消费也要7000多，连服务生的小费都高达每人500。你如果敢给个100块，人家接了还要翻你个白眼呢。在天上人间啊，客人和美女上演的是一场接一场金钱和美貌的互动与博弈。但对秦晖本人来说，给他一个天上人间，他就可以撬动资本的市场。首先啊，天上人间是他进入资本市场的现金奶牛，因为大部分到天上人间消费的顾客啊，都要准备个几万块的现金，就算生意冷清的时候，一天的流水也有30多万。由此估算啊，这的年利润至少在2-3千万。但如果把天上人间只当作是找乐子的声色犬马之处啊，那就未免片面了。秦晖搭建的是一个政商资源交流的平台，这才是天上人间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秦晖进入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正是这么一个高端的交际场，给他带来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凭借着天上人间，秦晖从人间来到了天上，从夜总会的老板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的玩家。2000年前后啊，秦晖以反收购的方式低价收入并掌控了上市公司长风通讯。爱追剧、爱追星的朋友们应该听说过欢瑞世纪。这些年啊，微博经常有某某艺人的粉丝大骂欢瑞的热搜，而长风通信就是欢瑞世纪的前身。另一方面啊，秦晖成立了卓金投资，搭建起自己的资本运作平台。而后长风通信与卓金投资合资成立新美传媒。从2003年夏天开始，秦晖开始在香港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他结识了香港壳王陈国强，1年多时间里啊，入主了3家香港上市公司，分别是谭咏麟、曾志伟等明星投资的东方魅力、创业板公司流动广告和现代惊奇出版集团。此外啊，他还买下了杨澜的那个阳光卫视里头70%的股份，收购了相声演员姜昆的鲲鹏网景等等，打造出一个涵盖投资、通信、传媒、影视、娱乐、文化、出版和广告等等行业的商业帝国。以天上人间为支点，秦晖把建立的诸多政商人脉资源套现，逐步壮大卓金系，
和新美系，一时间身价达数百亿，被冠以中国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称号。鼎盛时期呢，秦晖的新美集团旗下拥有17个分支机构以及多家上市公司，固定资产近20亿人民币，一时间在娱乐圈是风头无两。说起新美投资的电影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有《如果爱》、南京、中国合伙人、武侠等等，还有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他们也是发行方。此外呢，新美还扶植了如同王小帅、杨树鹏、陆川、管虎等一众中青年导演。可是正所谓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看似洋洋洒洒的投资背后，其实都有不堪一击的软肋。秦晖那些喧嚣一时的大手笔并购，比如买入鲲鹏网景、阳光卫视控股股权等，到了事后大家才发现，后续的欠款都是千万级别的。当初之所以选择收购这些公司呢，其实是因为他们亏损严重，收购价更便宜。但秦晖认为他有足够的人脉，也有足够的金钱，对于这些亏损的企业来说，完全可以通过资本的杠杆让其起死回生。然而一系列被媒体疯狂炒作的攻城拔寨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窘境。东方魅力至2003年已经亏损了7668万，阳光卫视亏损大家也有目共睹，可谓是一路砸钱一路亏。至于持有成报的现代惊奇出版，更是香港报界人士所共知的亏损企业。秦晖接手后呢，经营更是每况愈下了。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通过天上人间获取政商资源，用这些资源反哺旗下资本帝国这个模式在2005年就走到了拐点。天上人间的魔法就开始反噬他了。因为2005年4月呢，这个秦晖他先后就卷入了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兆和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的受贿案，被控涉嫌行贿张恩兆6万美元、20万港元加10万元人民币，换来的是新美传媒的6亿元贷款和给他那个通讯公司提供便利贷款5000万。而在李培英的贪腐案中秦晖以数额最大的行贿者身份出现，累计向其行贿1867万人民币，获得了首都机场曲线拆借的6.3亿元。最终的结局呢，是张恩兆被判入狱15年，李培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秦晖则全身而退了。当时的公开报道称张恩兆毕业于复旦，发迹于上海，据说历来只信任带上海口音的人。秦晖以天上人间为线，结识了张身边的上海人，从而敲开了通向张恩兆与建行贷款的大门。而秦晖与李培英之间的关系咱们之前就提到过，他盘下天上人间就是得到了李培英的资金支持。更为骇人的一件事同样也发生在2005年，一场关于天上人间更为血腥残忍的悲剧正在上演。2005年11月，北京已是凛冽的深秋，警方接到四惠地铁站附近的一处别墅区的保安报案，说是巡逻的时候发现某栋豪宅大门紧闭，靠近能闻到浓烈的血腥味。警方不敢怠慢，很快几辆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至，几名警员下车敲门，里面毫无反应。警方用撞门器打开了豪宅大门，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生理不适。屋子里头全是血迹，地上躺着一具女尸，受害人呢身材高挑，上半身裸露着，脖颈处挂着一根绳子，颈动脉被割开，血几乎已经被放干了。而最可怕的是呢，他胸前2个黑黑的窟窿，双乳已经被挖走。作案现场凌乱不堪，物品扔得满地都是，连墙壁都被凿烂了。警方马上勘察现场，结合死者的惨状和现场财物失窃的情况，初步认定是入室盗窃加强奸杀人。然而法医随后鉴定却发现死者生前并没有遭到侵犯。关于死者梁海玲的身份，一种被大家熟知的说法是天上人间炙手可热的花魁，在天上人间待了近10年，被称作4大头牌之首。据说豪宅是梁海玲独立持有，已经全款付清，同时呢，家中还有大量的奢侈品，名下还有3辆豪车和大量存款。除了别墅外，还有3套高档小区的房产。警方在清理梁海玲的遗产的时候呢，发现她的银行卡中的余额还有1000万元之多。这一桩案件到现在都是悬案，
杀害梁海玲的凶手仍旧没有下文。当时参与调查的警方人士向新京报记者称，尽管案件至今未破，但他依然能够记得在梁海玲的住所，除了查获的千万巨款外，还有多个外省高官的电话。至于杀害梁海玲的凶手到底是谁，有人说是他包养的情夫将他残忍灭口，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秘密而不得不死。关于梁海玲的身份呢，秦晖本人则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版本。他说梁海玲就是天上人间的熟客，不是什么花魁。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在进入天上人间之后，总是固定的坐在一个地方，而且人又长得漂亮。听说他死前已经坐过1年牢，所以1年多都没见他了。秦晖呢，试图撇清梁海玲的死跟天上人间的关系，强调梁海玲只是客人，是北京当地人，也没有怎么读过书，根本不是传闻中说的那样。他还激动地说人的良心不能这样啊！为什么梁海玲死了之后，你们要给死人抹黑啊？时至今日呢，关于秦晖的话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恐怕除了他和死者，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不过那个时候一度盛传天上人间有着最吸睛的几大花魁，除了第一花魁梁海玲之外呢，还有网传的第2头牌张小燕，几经周折从沈阳重金挖过来的头牌 Runa， 还有老龄客户每周末必点的小菜谭小笋，还有什么10大招牌小蛇13姨、小阿福，什么1999 4大点歌皇后。有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已经被404了。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个 PS 和美图秀秀尚未普及的年代，这些女孩确实长相清秀可人，是人堆里绝对亮眼的存在。从1995年到2005年，天上人间纸醉金迷了10年，直到花魁香消玉殒，加上大金主接连被查，秦晖在2005年才将这块烫手山芋以 1.5 亿元转手出售。受此重挫呢，他也是悄然退出了公众视野。5年之后的2010年5月11日，天上人间的辉煌算是走到了尽头。傅政华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不久就突击扫荡了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和凯富国际这4家顶级的夜总会。说来也是讽刺端掉天上人间的这位局长此后是一路高升，历任了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政法委员、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可惜buff 叠得再满，也没能避免和天上人间落得个一样的结局。2021年10月2日，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傅政华接受了调查。2022年3月被双开，同年9月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1999年，秦晖的妻子林晶在29岁的时候，因先天性心脏病病逝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中。有传言秦晖那个时候正流连于四川的夜总会，还有人说林晶去世当天，天上人间正在选拔花魁，选出来的就是后来惨死的梁海玲。在妻子去世后不久秦晖与国际美容教母郑明明的掌上明珠陈伟蕊传出过绯闻，但没过多久两个人就拜拜了。原因呢是陈伟蕊有天心血来潮，打着飞的来内地，却撞见了秦晖在跟某个天上人间的美女打扑克。事后有香港的媒体八卦陈伟蕊的分手原因，他不屑地说，京城有空心大佬，秦晖算一个。秦晖呢和香港的著名大美人李嘉欣也有着一段相当精彩的感情线。据说秦晖是李嘉欣在上海拍摄电视剧《画魂》时，通过中间人和李大美人相识。也有人说给两个人牵线搭桥的是曾志伟。不管他俩是怎么认识的吧，秦晖是一眼就被迷住了，不仅豪掷100万给李大美人买衣服买首饰，还包下了香港最豪华的餐厅给她过生日。2004年圈内还一度传出了两个人订婚的消息。不过秦晖最终并没有得到李大美人的芳心。在被港媒问到原因的时候呢，李嘉欣淡淡的评价秦晖，空心大佬一个，既无才也无才，算个过路朋友吧。习惯了被天上人间美女环绕的秦晖连续2次被香港美女评价为空心大佬之后那心情是相当郁闷的。2010年秦晖再婚，娶了2002年中国职业模特大赛的冠军刘多。网友认为刘多的长相神似李嘉欣，而在刘多沉寂多年的微博中也能看见关于秦晖的蛛丝马迹。
后来啊，秦晖被财经深挖，指出他确实是个空心大佬，背了大量的债务，所有香港上市公司的并购资金全部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还是无抵押物的重复贷款。他从中国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获得的巨额贷款，可确认的数字就达10亿元。2015年7月份，秦晖一顿操作，间接控制了上市公司圣莱达，想要重返 A 股。对于圣莱达这个烂摊子，秦晖认为自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结果重组失败，转型告吹，股价大跌，秦晖套牢。不仅如此啊，因为财务造假、虚报利润，秦晖作为知情人和参与者，被证监会警告罚款。这个雷在3年后精准的还爆在了一个坑节上。2018年1月份，秦晖借着这个宇顺电子的壳准备上市，但是由于证监会之前的处罚，他这次重组呢又失败了。从此啊，他就再也没有机会重回商场了。总结下来啊，秦晖把天上人间的人际关系运用到了极致，打下了基础，但把资本运作运用到极致之后呢，他却是屡战屡败。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商业的本质是为用户带来价值。像他这样只顾着玩资本，把摊子铺得很大，早就背离了商业的本质。2018年以来，现金流问题日益突出的新美控股突然爆发了一系列危机，旗下大多数影院暂停营业，欠发员工工资，给不出供应商的货款，拖欠片方版权费达数亿元，而被诉至法院。部分影院呢也被列入了失信名单。2020年12月14日，新美控股正式被取消了上市的地位。2022年6月22日，圣莱达也摘牌退市。此时啊，昔日的超级富豪秦晖就突然成了一个老赖，身背着17个限销令，涉案总金额65.9亿元，失信被执行的金额1.05亿元。A 股割韭菜之路是屡遭碰壁，一手搭建的新美系也烟消云散。经过这2次的借壳失败，秦晖一面对外面高调表示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再进入 A 股了，一面悄悄地转移资产润到美国。秦晖密谋外逃这个事儿，其实在2008年就开始计划了。他花钱找人办了一张名为李木林的身份证，用这个名字呢获得了香港的永居和香港护照，方便出入各个国家。同时啊，他的老婆刘多也在2010年通过特殊人才计划移民美国，2017年成为了美国公民，那这下转钱就方便多了。秦晖呢，以李木林的这个名字从香港银行的账户转账了500多万美元到刘多的美国账户，买了一套位于曼哈顿的高级公寓。2018年，看到自己在国内翻身无望，秦晖又通过老婆刘多向美国移民局提交这个配偶申请，获得了美国的绿卡。看似顺利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在这个申请表上人家问他有没有用过别的名字，秦晖果断隐瞒了自己李木林的身份信息没想到他撒的这个谎很快就露馅了。他在2018年6月8号从香港返回纽约的时候呢，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入境边检处被发现携带着一张印有他的照片和李木林别名的香港身份证。之后FBI 多次约谈他，问他是怎么搞到这个李木林这个证件的。秦晖呢一开始还不承认，后来也没办法，就把这一档子事给招了。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FBI 一时半会儿呢也没工夫去查他。可是FBI 不查他，他自己反而继续作妖。2020年他自称住在迈阿密，伪造了这个地址和银行的对账单，成功的搞到了一张佛罗里达州的驾照。2022年呢，竟然又拿着这张佛罗里达的驾照跑到纽约去换驾照。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折腾目前还没有什么可靠的说法。我猜因为驾照在北美是当 ID 当身份证用的，所以呢他大概率可能还是为了身份问题。如果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们，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2021年的时候呢，中植旗下的一个叫湖州创泰荣源的公司跑到美国对秦晖追债，要求纽约的南区联邦法院承认并且执行中国法院对秦晖的判决，偿还 4.5 亿美元的欠款。据报道称这个仲裁刚开始，秦晖就以10美元的价格把长岛的一处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刘多。而这个时候呢，刘多已经变成他的前妻了，两个人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已经技术性离婚了。技术性离婚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假离婚，感情没问题还住一起，
主要就是为了躲债保财。这样一来，就算法院判秦晖赔钱，他名下也没有什么可执行的资产了。这一系列的操作说明秦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边在国内割韭菜，一边把大量的资产转移到美国，为家人和自己提供奢侈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一个不经意的家庭争吵就打碎了秦晖的如意算盘，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2023年9月22日，长岛的 Old Westbury 的警局接到了一通911的紧急电话，称一个男人用斧头破坏了前妻的卧室衣橱门。此时男人手持斧头，他的小孩和岳母都在场。警方接到911电话后，前往拍摄了前妻的卧室衣橱受损和斧头的照片。这个男人不出意外就是秦晖，而报警的则是他的前妻刘多。同日警方就逮捕了秦晖，起诉他刑事破坏罪。检察官说早在2022年7月25日，秦晖还在一次争吵中对同住的刘多勒了脖子。当时的照片也能看出来刘多的脖子上有血痕。那你说说，他们2021年离婚，这2022年还同居呢，更是坐实了咱们刚刚说的只是技术性离婚而已。终于在2023年的10月2日，秦晖在他曼哈顿广场酒店的一间公寓里头被捕，罪名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随即也被指控了通过移民欺诈获得了美国绿卡。等事情发展到了法庭上，秦晖更多的骚操作就被发掘出来了，就是咱们视频最开始提到的，他被控以他人名义参与政治捐献、移民欺诈和伪造身份文件等罪名。移民欺诈、伪造身份，这个大家都懂了。那这个以他人名义政治捐献又是咋回事呢？根据法庭的文件从2021年的纽约市竞选开始，秦晖就找人给他做非法的政治捐赠，向纽约和罗德岛的政治竞选组织捐款，也就是俗称的幽灵捐款或者是稻草人捐款，为的是规避捐款的法律限制、数额上限，或者是隐瞒这个资金的真实来源。不过受捐助的3个人都表示事先并不清楚秦晖假借他人身份捐款这个事儿，这导致他们无意中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了虚假的财务报告。目前3个人均没有因为此事受到牵连。秦晖的这个案子目前是定在5月14号宣判，不过检察官表示，根据与秦晖达成的认罪协议，刑期将从最高27年下调为6个月。秦晖的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对案件得到解决感到很高兴，已经同意服刑后放弃美国绿卡的身份，期待在美国之外的国家重新开始。从顶级夜总会老板到多家上市公司的实控人，最终沦落为老赖、囚犯、家暴男。秦晖这20年可谓是坐着人生的过山车全方位呈现了他的多张面孔、不同人设。这次他栽在了美国，有人说他是在法治社会还试图用自己的金钱规则注定行不通也有人说那是他的钱还不够多还有网友说了，钱再多也是美国的储蓄罐不然他为什么能够从最高27年的刑期突然给调成了6个月呢？早在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唯一一辆宾利加长728的标价888万元人民币，这辆车就被秦晖给买下了，一时间是风头无两，成为了街头大小报纸的热点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天上人间的老板了。2018年，秦晖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天上人间的传言，他激动地挥着手臂说，这样诽谤我，诽谤天上人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以天上人间的老板而感到非常自豪，我们不会干那些肮脏的事情。据说天上人间是源自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浪淘沙》，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秦晖和他的销金窟一样，曾经的纸醉金迷都是镜花水月，最终等待他们的结局只有午夜梦回，空余恨了吧。秦晖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29街的联邦监狱 Metropolitan Detention Center， 与另外一名红色通缉犯身处同一栋楼中，他的名字叫郭文贵。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咱们下期再见。